希诺宁这个角色倒不是说灵命有多厉害，主要是打破了万叶一直以来在增伤减抗赛道上的垄断。那根据前瞻的信息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希诺宁是一个在盐队能打输出，在其他队伍更偏向于辅助的减抗角色嘛。那如果打输出，看这个普攻模组的话，优势不算大，对吧？毕竟所有前台角色都避免不了要和龙王去比较，所以重点关注的是希诺宁的辅助能力。它和万叶的区别就是万叶的减抗依赖圣遗物，增伤是自己的天赋；希诺宁的减抗是自己的天赋，增伤依赖圣遗物。万叶更适合对群的环境，因为有一手巨怪；希诺宁呢更抗压，因为有回复。而它最大的优势在于能更简单的去减抗，并且是多元素减抗，所以多核多元素的输出队伍喝到汤最大。但在增伤方面啊，别看娜塔这套圣遗物能给多个元素增伤，但希诺宁并没有后台能力嘛。在多元素队伍中，开战即平 A 叠满夜魂的时间很短，在这段时间里要做到和多个元素反应，达成增伤的目的，操作难度其实不亚于风元素的双扩了。不过总体来说，因为减抗增伤的赛道人比较少，所以希诺宁是除了钟离之外，盐元素中最值得抽的角色。我认为他的强度应该说和万叶是差不多的，而且操作成本更低，很万金油。那么在了解完希诺宁以后，再思考火神的设计，就有一些新的可能。之前从马拉尼和基尼奇的设计上，我们推出火神应该是一个持续24秒到30秒左右的后台随身火，长续航呢符合神一直以来的设计模板，能满足这两位前台角色对挂火的需求，顺便还可以增伤。而希诺宁的出现又把增伤和减抗这两个区间给抢走了，我不觉得火神和希诺宁在定位上会重复，所以火神应该是一个更偏向于输出的角色，毕竟在剧情中火神也是公认的最强战士嘛。而作为娜塔的核心，我想火神除了输出能力，应该对娜塔的玩法有所扩展，参考希诺宁在不同队伍中有不同的定位，以及火史莱姆的复燃，火神能寄存生命复活的特点。火神说不定在设计上也有两种不同的状态，不同的状态下呢有不同的能力。比如说熄灭的时候，他可以把能力分给夜魂加持的队友去提高他们的输出能力；重燃的时候呢，收回能力自己爆种，变成雷电将军这样子的前台战场角色，能前能后，尽显神明光彩嘛。然后我们的旅行者在成为火主之后，可能就承担了把夜魂这个设计扩散到老角色身上的责任。毕竟大世界任务给突破材料算是头一次，而旅行者不能和元素共鸣也是头一次。这种微妙的契合，有一些联想也不算空穴来风，是吧？正如盗火贤者将出火分给娜塔的人类，旅行者的身份呢，也很适合在掌握了夜魂能力之后，把能力分给老角色们。毕竟火神和其他角色是没有什么羁绊关系的，旅行者有呀。游戏主角有一些功能性的作用，这在隔壁其实也是有先例了。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火神加火主会成为娜塔辅助老角色的轮椅组合呢？这个就很有意思了，对吧？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脑洞仅供娱乐。那么我们这期小分享呢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